浮游炮这种在战场上能够嘎嘎乱杀的武器到底是如何操作的呢？在上期视频中，很多小伙伴学会了高达的驾驶方式，于是纷纷穿越到高达世界进行了实践。其中有一些小伙伴私信我说，他们通过精湛的操作，已经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并获得了成为强化人的资格了。甚至有的小伙伴发现自己原来是 New Type 或者是高级空间认知能力的持有者，想在驾驶搭载浮游炮的机体之前，先了解下这玩意儿的操作原理。那么 UP 就送佛送到西，本期给各位 Ace 介绍一下浮游炮的有关知识吧。在了解操作方法之前，我们还是要给浮游炮的种类做一个划分。像大家最愿意穿越的3个高达世界 UC、SEED、00，他们的浮游炮其实也是有着些许的差异的。UC 里是基于 SECMIL 系统研发出来的浮游炮， SEED 则是基于分离式统合控制高速机动兵器网络系统而研发出来的龙骑兵。00则是基于以 VIDA 为代表的量子计算机辅助而研发出的。咱们就先来看看最传统的浮游炮。在 UC 宇宙中，无限式浮游炮只有 New Type 和强化人是可以使用的，因此算得上是精英中的精英武器了。如果你不是 New Type 却被选中当强化人，尽管会有一些不那么人道的体验，但机会确实难得，还是建议大家不要错过。当然了，有限式浮游炮普通人也是可以使用的，不过那个虽然威力大，不用考虑续航，但终究是连着一根线，跟带着一只小狗一起战斗没啥区别，战术灵活度呢也差了很多。我们就不深入讨论这个了。接下来呢，咱们来说说浮游炮的运作原理。作为一个成熟的 New Type 或者是强化人，是可以有目的性的使用感应波的，而感应波呢其实就是脑波的一种。同时感应波是可以利用米氏粒子通信来进行通信的。是的，又是万能的米氏粒子哈。我们看到剧中 New Type 的各种来电或者是 New Type 聊天室，就是他们通过米氏粒子通信来进行的感应波互动。甚至有些非常强大的 New Type 还可以给对面下个蛊什么的，简直是恐怖如斯啊！可问题是，人类可以通过感应波来互相理解沟通，但机器却不可以。毕竟人类的感应波它用的也不是机器的语言，于是能够把感应波翻译成电信号的系统SECMIL系统就诞生了。它可以将感应波中有用的数据，如方位、坐标、开火时机、运动方向等等，翻译成机器能够听懂的指令，从而达到高效的人机交流。在这个基础上，浮游炮的使用方法就很清晰了。首先呢，作为 New Type 或者是强化人的你们，散发出带有明确指令的感应波，在被SECMIL系统接收以后，由系统将这些信息以任务的形式发布给浮游炮们。如此一来呢，就可以实现浮游炮的有效控制了。不过在操作时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UC 后期的浮游炮体积一般不会很大，因此呢，储备的能源也不够多，你需要提前计算返航所需要的能源，否则这个高研发成本的东西来不来被你弄丢几个，恐怕高层就不会给你好脸看了。毕竟并不是人人都有阿姆罗那样的待遇，是不是？其次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些强大的 New Type 或者一些带有变态般的精神感应系统，会对你的感应波做出反应，有针对性的剥夺你对浮游炮的控制权，甚至呢还会追杀你。如果还想活命或者是不想体验被 NTR 的感觉，那就赶紧跑吧，小命才是最重要的。最后呢，在 UC 纪元，你是 New Type 也好，强化人也罢，最好别在联邦这边，他们不但处处提防着你，还会拿你做各种实验。相对来说吉翁那边待遇会好很多，你懂我在说什么吧？接下来再来看看 SEED 系的龙骑兵。严格意义上的龙骑兵是不包括零式战机的那种有线筒子炮的，这一点希望各位驾驶员注意，别被人忽悠了。而 SEED 宇宙中的龙骑兵运作原理与 UC 是相似的，只不过 SEED 的龙骑兵是使用幻象粒子进行通信媒介的，而且呢是有量子计算机辅助，因此并不需要驾驶员发送感应波啥的，而是由头盔上的脑波感应器与驾驶员的神经直连。因此在 SEED 后期有了超级龙骑兵系统以后，即使你没有高级空间认知能力，也能够使用龙骑兵了。只不过基本的空间认知能力还是要有的，不然你思维跟不上。那么 SEED 宇宙的龙骑兵系统使用步骤就很简单明了了，拢共分3步。第一步，把指令传出去；第二步，派龙骑兵出去；第3步，让他攻击或者回来。同时呢，至少在 CE71年和73年打得最热闹那几年是没有什么脑波攻击的，因此也不用害怕自己会被 NTR。所以相对来说，在 C 的体验龙骑兵还是要比 UC 好多了。最后再来看看00恭喜你，如果你来到00世界，那么你的体验将会非常的舒爽。首先，由于这根粒子拥有改变物体质量的能力，因此00宇宙的是可以在大气圈内使用的，就光这一点就比 UC 和 C 的要爽太多了。其次，
是可以通过 AI 系统自行运行的。这一点呢，与 C 的后期的超级龙骑兵类似，再加上在编的机体，还有 V 的这个超级量子计算机辅助，基本上你上战场之前给 V 的点根烟，孝敬他老人家一下，就能在战场上大杀四方了。而如果你恰好是变革者、准变革者或者是强化人，那么也可以自己通过脑量子波来控制。这么做的好处呢，就是操作起来更能如你愿；缺点呢，就是可能很多时候你的想法还不如人家 V 的规划的呢。所以建议还是直接托管，专心本体的操作吧。好了，以上就是高达宇宙中比较常见的浮游炮操控方式了。希望通过这些简短的介绍，能够让大家对浮游炮的使用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具体的操作还是要多学多练。祝各位能够在战场上再见奇功。OK， 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你们的点赞就是我更新的动力。我们下期再见。